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随着股市，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。你们最近好吗？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？那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2025年4月份由美国政府所发起的关税战造成的股灾，我坚持投资纪律的结果是怎样？那如果你是一个美股或者是美债的投资者，那我相信这期影片一定会帮助到你。那这边我直接跟大家讲，2025年4月份的股灾我抄到了最低点。那我抄到最低点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厉害，特别会预测股市的最低点，而是呢，我是照着我的投资的规则走。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，在2025年4月2号的时候，美国川普总统呢，他拿出了他的小板板，上面就是写着所有国家对美国的不公。所以呢，美国课征的对等关税。那川普公布出这个对等关税之后，那美国大盘从4月2号到4月8号总共下跌了 12%， 而台湾的大盘 ETF 0050在4月2号到4月8号之间也下跌超过了 17%。所以2025年第一季度，不管是台湾的股市还是美股，甚至是全球的股市，都面临了非常大的劫难。而我在2025年4月7号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进行了加仓，而且我在我的脸书粉丝团都有跟大家分享我开始加仓了。那我总共加仓了我总资产的 2% 的部位。那以下就是我那时的贴文的写照，那个时候呢是4月7号。那我发这个贴文主要是跟大家讲，我并不是非常的勇敢，我只是谨记我自己的投资的纪律。因为我说过，如果股市下跌超过 10%， 我会加码 1%， 股市下跌超过 20%， 我会加码 2%， 然后依此类推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不怕赔钱，我只是怕我又赔钱又没有纪律。因为这个自我认定如果养成的话，那我注定是碌碌无为。所以我那时候加仓，我就跟大家讲，我不是在逆势操作，我只是在对得起我自己的 SOP 纪律。那从我加仓到现在，美国股市其实已经上涨了超过 16%， 现在的价格甚至已经超过了4月2号的股价，也就表示美国4月份的股市就像是一个惊奇一样。如果大家有加仓到，现在的收益应该都是非常的不错。那以下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增仓，下面这张图呢是我其中的一个美股券商的加仓绩效。那我自己是使用盈透证券去进行购买的。那第一个加仓的绩效目前是加 27%， 那这个仓位是在股市下跌 10% 的时候呢，我进行加码的。那4月7号加码的仓位呢，目前获益都超过了 150%， 就是上面这3个。那我自己在粉丝团有秀出我这些绩效，那就有些观众跟我讲说，听你那么说，你很勇哦。开玩笑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那我自己呢，当然要摸着良心跟你分享啊。老实说啊，我当时我的心里当然是没有底的，我完全不认为我自己加仓的那一刻就是最低点，因为我自己甚至准备了负 30%、负 40% 的加仓预备金。那我觉得我自己都在分享投资的知识了，如果我连我自己都没有纪律的话呢，那就真的是非常的可耻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我就是果断的按下了下单键，所以呢，这些绩效呢，目前都已经超过了 100% 的收益。那我自己安排的加仓预备金大概有总资产的 10% 左右，就是在股市下跌 10% 的时候呢，我会加码 1%， 股市下跌 20% 的时候呢，我会加码 2%， 股市下跌 30% 则是 3%， 40% 的话呢，则是 4%。那为什么没有 50% 呢？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股市要在半年之内下跌超过 50% 应该是比较少见的事情，因为我自己的投资组合呢，每半年就会重新组合一次，所以我就没有安排股市下跌 50% 的时候呢，我应该要怎么加仓，因为我认为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要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了。那这次加仓的操作呢，给我带来最大的收益呢，不在于说我赚了多少钱，而是呢，我在我自己的潜意识当中，我又再次认定了我自己是一个守纪律、有规则的投资人。因为我自己在2020年以及2022年的股灾，我也都是这样做的。那为什么纪律是这么的重要呢？因为在多头行情的时候，就是在股市在大涨的时候呢，就算你完全没有投资纪律，你一样可以在股市当中赚到钱。就像是你今天买入了一只股票，明天你卖出去，然后结果呢，后天的时候你发现这只股票又上涨了，然后你又把它买回来，就算你是这样操作，你依旧有可能会在多头的行情当中获利。但是如果你是在空头的行情，就是在下跌的时候呢，你有纪律，当然不代表说你一定会赚钱，
但是呢，你有机会像我这次一样抄到底，并且你可以累积到这些宝贵的经验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纪律，你在低点的时候呢全部卖出，或者是你完全没有加仓，没有按着你原本的计划进行加仓的话呢，那你在这一波4月份的股灾，你就完全没有赚到半毛钱，甚至可能会亏一大笔钱哦。所以我希望你也能在市场的低潮当中练就真正的纪律还有信念。当下一次机会来临，你也可以坚持你原本的原则，就是在你设定要加仓的时候呢，你依旧要加仓，就算你那时候非常的害怕，你还是要照着你自己的纪律去执行，这样你就可以逐渐的培养出你自己是一个有纪律的投资人，相信对你的投资会非常的有帮助。那接下来我会跟你分享我3大投资原则，这3大投资原则让我在加仓的时候呢，我是完全没有经济上的压力。那第一大原则就是厘清投资目标，你是想要高胜率的赚钱，还是你想要低胜率的赚钱？那高胜率的赚钱是什么？高胜率的赚钱就是赚市场整体的报酬。如果是美国大盘长期投资的话呢，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10% 左右。但是如果你说是低胜率的赚钱，就是任何的投机方式，好像是你要做一些外汇交易，或者是你想要短进短出，或者是你去买一些投机的股票，那这个的话呢，都是属于低胜率，但是有机会可以赚非常多钱的一些方式。那你是怎么样选择呢？那我自己是选择高胜率的市场报酬的投资，也就是我自己是选择长期投资美股的大盘。那为什么是要长期投资美股大盘，而不是短期或者是波段操作美股大盘呢？那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一张表格。那这张表格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有4个数据。最左边的话呢，深蓝色是 Stock， 也就是美国的大盘 S&P 500 指数。那 Stock 的主要的 ETF 就像是 SPY 或者是 VOO。那绿色的话呢是 Bond， 那 Bond 的话呢是彭博美国综合债券指数。那这个债券指数的话呢是包含美国的公债、美国的投资级债券或者是一些公司债券都包含在内。那它的主要的 ETF 就是 BND。那 Cash 就是美国的30日的国库券指数，你可以把它当作是1个月的美国公债。那紫色的话呢是 50% 的股票跟 50% 的债券。那我们来看从1960年到2024年这些投资商品他们的绩效表现是如何。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最上面的，你可以看到一年，这一年的话呢就表示是2024年一整年的绩效。可以看到股票的话呢是来到 25%， 那如果是 50% 的债券， 50% 的股票是 13%。那如果单纯只是债券的这档 ETF， 就是 BND 的话呢，它是 1.27%。那 Cash 也就是美国的短期公债的话呢，它有来到 5% 左右。那如果你把时间拉长，你有没有发现到来到20年，也就是2004年到2024年这20年的期间，你可以发现到美国大盘它的一个绩效是 10% 左右，那债券 ETF 的绩效是 3% 左右。那如果是各 50% 的话呢，它的绩效大概是 7% 左右。那我们可以发现到美国的大盘也就是 S&P 500 指数，它的绩效是比 BND 这档 ETF 的绩效还要高出非常的多。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下面的滚动绩效，那滚动绩效你可以发现到，如果你只滚动一年，也就是你从1960年到2024年，你随便挑一年来看的话呢，最好的绩效在美股大盘当中最好的一年是来到了 61%， 但是最差的一年它是负 43%。 那债券的话呢，它的最好的绩效是 35%， 最差的一年的话呢则是负 15%。那如果是 50% 的比例的话呢，最好的一年是 45%， 那最差的一年则是负 21%。 那这个表格当中你可以发现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讯息，那就是有一个投资商品它的胜率是 100%， 在过去1960年到2024年这当中随便挑选一年都会赢的这档的商品是什么？就是现金它的胜率的话呢是 100%。 那另外一个绩效比较好的是哪一个？就是债券。债券的话呢它有来到 89%， 那 50% 的债券跟 50% 的股票它的胜率则是 84%。 那如果你是 100% 的股票的话，那你的胜率则是 79%。 那我们将时间拉到5年的滚动报酬，也就是从1960年到2024年，我们随便挑5年，连续的5年，我们来看它的报酬率。你可以发现到 50% 的股票跟 50% 的债券，它的胜率也来到了几乎是 100%， 跟现金是差不多的。那债券的胜率的话呢，也是来到了 99%。 那股票的胜率呢？股票的胜率则是 92%。 那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到滚动的10年，滚动10年我通常会把它认为是一个中期的投资。你可以发现到不管是债券还是 50% 的股票， 50% 的债券或者是现金部位，全部都是 100% 的胜率。也就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，过去这65年，你只要是滚动投资10年，
你都只会赚钱，不会亏钱哦。但是如果你是投资股票的话呢，你的胜率的话呢，虽然不到100%，但是也有96%的胜率。那如果我们滚动20年滚动20年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作是一个长期投资。你可以发现到股票的胜率也来到了100%哦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说，我们要投资美股大盘，就是要进行长期投资？因为长期投资以历史的数据来看，你几乎是不太可能会亏钱的。那我们从这个表格也可以发现到一个趋势，那就是如果你是滚动20年的一个绩效来看，你投资的股票的比例越多，那你获得的最好的报酬的绩效是越好的，相对于100%的债券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投资，你在年轻的时候呢，你尽量可以多投资一点股票。然后当你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将你的股票部位逐渐的减少，增加你债券的持有部位。因为你可以发现到，如果你是 50% 的股票跟 50% 的债券，在滚动20年的报酬当中，它的一个绩效其实也不差它平均年均报酬率最好的话呢，也有 14.63， 那最差的话呢，也有 5.46。它最差 5.46 是比股票最差的 4.79 还要好哦，而且呢，也比 100% 的债券的 2.81 也要优异。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希望说我们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呢，要股债搭配？因为股债搭配的话呢，它可以将我们的整体投资组合的波动性呢给大幅的缩小，那我们获得绩效的一个区间呢就会比较稳定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还有调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，有人就在询问说，美国的这些政党不是有民主党跟共和党吗？那到底哪一个政党能带来更好的股票的趋势，也就是美国股市的趋势呢？那我这边看这个数据的话呢，是从1961年到2024年，那总共经历了大概是12个美国总统。那这12个美国总统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到他们其实没有特别的一个趋势，就是哪一个政党就是比较差，哪一个政党就是比较好。但是呢，有一个总统特别的倒霉。这个总统的话呢，他在他的任期当中呢，美国股市表现是最差的。那个总统就是小布希他从2001年到2009年，美国大盘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负 2.9%。那主要就是小布希他刚上任的时候呢，是遇到了美国的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裂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则是2001年的911事件，然后在他要退任的时候呢，则遇到了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。所以呢，在他的任期的前面跟后面呢，刚好都遇到了美国股市在最近这50年来最糟糕的2次股灾。所以呢，他的绩效的话呢是非常的惨。那你这边你可以看到川普，那川普在他的任期2017年到2021年，美国股市则是上涨了 16.1%。所以你可以听到川普常常在那边说，我的绩效啊，我自己第一任期啊，美国股市涨多少。可以看到他的绩效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。那这边你可以看到，如果你从1961年你就投资1万块钱到 S&P 500指数的 ETF， 然后投资到2024年的时候呢，你的1万块钱现在就会变成640万也就是在这65年的时间当中，你的1万块钱就翻了640倍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要安排投资组合。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，如果你有 50% 的债券配 50% 的股票，那你的整体投资组合它的波动性，它的报酬是更加的稳定的。虽然它的最高值没有超过股票，但是它的最低值是比股票或者是债券都还要优异的。那我们自己长期投资者，如果你要退休的时候呢，你应该是更希望你自己的报酬是更加的稳定，你希望的是稳稳的赚钱，而不是希望可以赚大钱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到老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股票的比例要减少，我们债券跟现金的比例要增加。那 Kevin 我自己现在搭配的投资组合是股票配债券配上现金。那我的现金呢，主要就是属于3个月到期的美国的短期公债，因为它可以让我持有到期拿回本金。那如果你是购买短期的美国公债 ETF 的话，它是没有保本的作用那我自己是如何直接购买美国的短期公债呢？那我当然也是使用银透证券直接去购买的。它只要$1000就可以去购买美国的短期公债咯。那至于要如何购买呢？我会将它影片放在上面这边，你有兴趣可以自行观看哦。那我们投资组合当中，债券的比例越高，当然我们就更安心嘛。但是我们投资越安心，也就代表说什么？
代表说我们赚钱的几率就比较小。那如果你想要赚更多钱，你势必要承担更多的投资的风险，也就是一些波动性哦。至于要怎么安排股票以及债券还有现金的比例呢？你可以参考一个叫做股债搭配的一个常见公式，那就是你的股票等于是100去减掉你的年龄，那你的年龄就是你的债券跟你的现金的部位。如果你的年龄现在是35岁的话，那你的股票部位就是 65%， 那现金还有其他的债券的话呢，则是 35%。 那以上是一个大众的基准值，那这个大众的基准值是否适合你，还是要进行一个调整哦。那这边要跟大家讲，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加仓的部位的话，这个加仓部位就是你的债券的投资部位，你可以将你债券投资部位大概是 10%， 就把它拿出来，是变成现金的方式放着，然后等待时机去进行加仓。所以如果你现在35岁，你想要一个加仓部位，那你的投资组合比例大概是怎样？就是你股票是 65%， 债券的话呢是 25%， 那现金的部位的话呢就是 10%。 那有人会说，那我这个现金部位放 10% 在这边完全没有利息，非常的亏。的确，如果你是使用一般的美股券商，或者是你帮钱放在台湾的银行，基本上利息是非常非常的少。所以你可以像我一样，我去选择了一些美股的券商，它会提供一些不错的活存利率，像是 IP 盈透证券，它现在美元利息最高是高达了 3.83%， 而且呢它是每日计息的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哦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比例要怎么样去进行微调呢？首先呢，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个比例呢是大众的基准值，不代表每一个人都适用，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。那要怎么调整呢？首先第一个要调整的就是你的职业跟你的收入稳定性，还有你的家庭负担。如果你的职业跟这些金融的趋势是非常的接近的，那你的股票的比例就要减少。像是我自己，我是一个财经的博主，那我的收入可能很大一部分都跟股市相关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投资股票的部位就要减少，我就减少了我大概 5% 左右的股票比例哦。再来就是你的收入稳定性，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收入非常的不稳定，那你也是要减少你股票的投资比例。还有你自己的家庭负担，可能你自己是一个5口之家，你一个人要养4个人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的股票的比例也要减少哦。那再来第二个影响我们投资比例的一个重要的参数，那就是市场的估值高低。那我自己会衡量现在美国大盘的估值，好像是我会使用息勒本益比去进行衡量。那息勒本益比就是扣除通膨的一个本益比，那它越高就表示现在美国的股市它的估值是越昂贵的。那我们现在的美国股市，它的息勒本益比是来到了 36.13 倍，是非常非常的高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，那下面这张图是从1983年到2024年 S&P 500 指数它滚动10年的年均报酬率。那它的 X 轴就是息勒本益比，那它的 Y 轴就是平均年化报酬率。如果美国大盘它的息勒本益比越高的话，那它在未来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，它的绩效就会越差。所以我自己是以息勒本益比20倍为一个基准，如果息勒本益比每多1倍，就是从20倍变成21倍的话，那我股票的比例就会少1%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息勒本益比是36倍，也就是比我20倍的基准还要高了16倍，那我的股票比例就会少 16% 哦。好，所以我这边呢直接用我的例子来计算给大家看。那我自己的话呢，假设我现在是35岁，所以呢我自己的股票的比例就是 65%， 但是我刚刚有讲到，我觉得我自己的职业跟那种金融非常的相关，所以我会减少 5% 的比例。那接下来我看到我们美国股市现在息勒本益比是36倍，比我们基本的本益比20倍还要多出了16，所以呢我这边的话呢，我的股票比例还会再减少16，所以最终你可以发现到我的股票比例大概是 44% 左右，那剩下的 56% 就是债券以及现金哦。那你自己计算出来是多少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的比例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想要回复大家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有人在询问，为什么不 all in 美国大盘就好，还要投资低报酬率的美国公债呢？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数据，下面这个数据你可以看到，这是从1990年到1999年美国大盘以及 50% 的债券跟 50% 的股票，以及 100% 的债券还有现金他们的一个报酬趋势。你可以发现到，如果你是 100% 的股票的话呢，你的胜率是最高的，再来的话呢则是直线紫色这条线，也就是 50% 的债券跟 50% 的股票。那接下来则是绿线，也就是债券。但是你可以看到下一个10年的周期，从2000年到2009年，
这个时候呢，100%的股票，也就是 S&P 500指数，它的一个绩效就是负值。那最优异的则是债券。那第二名的则是股票跟债券的搭配，然后呢再换下一个10年，从2010年到2019年，你可以发现到股票的绩效变好了。那接下来则是 50% 的债券跟 50% 的股票的一个组合，然后呢最后的话呢则是债券跟现金。那我不知道你看到这3张图之后呢，你有什么样的感想？那 Kevin 我自己每当要规划资产的运用的时候呢，我都是一个超级务实的人，我会考量到最高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呢，我应该要怎么面对。那这边我想要表示的就是，如果你是100%的股票投资，的确它长期投资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报酬，相对于平衡的投资。但是呢，你能确保你不是最衰的那一个人吗？如果真的有人在他最后的投资的10年当中，他遇到了小布希的那个任期，然后呢他说长期投资美国股市就像是一个白痴才会做的选择，那你觉得他讲话有错吗？其实并没有，因为以他的角度来看的话呢，他在那个长期投资，就是在那10年当中，美国股市就真的像是一个垃圾一样，可怜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会常常说，年龄越大的人更需要进行股债的搭配，因为这样才可以分散你的投资风险，这是绝对必备的。再来第3个投资原则，就是要定期的投资组合再平衡。那为什么是投资组合再平衡呢？我们前面有提到，平衡的投资是 50% 的股票配上 50% 的债券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它是奠基在每一年都会进行投资组合的再平衡，就是将你的股票部位跟债券的部位呢，都回归到1:1的比例。因为如果股市持续的上涨，那你的股票部位一定会超越债券的部位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的投资组合就没有这么的平衡咯。而且呢，投资组合再平衡它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它可以自动帮我们进行买低卖高的操作。像是假设上半年美国股市大涨，那你的股票比例不就变多了吗？那这时候呢，你进行一个投资组合再平衡，那你就会卖出股票，然后呢买入债券。那这样子操作往往都会卖在最高点。那如果你在股市持续的下跌，在半年的时间内都一直在下跌的话呢，那这样子的投资组合再平衡也会自动帮你买低哦。那你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，深蓝线就是 50% 的 TLT， 再去加上 50% 的 SPY， 那浅蓝线的部分就是 100% 的 SPY。 那你可以发现到平衡的投资组合在这几年当中，它的一个绩效是比较的稳定，它的波动性是更加的小哦。那这种波动性就是退休人士非常喜欢的投资组合的波动性，因为我们退休之后呢，我们更加追求的是稳定而不是高报酬哦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3大投资的规则。第一个就是你要确定你自己的投资目标，再来的话呢，你就是要安排你自己的投资组合。那第3个的话呢，则是要进行定期的投资组合再平衡，大概是每半年或是每1年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，都可以帮助到你的投资组合哦。那最后的话呢，一定有人会提问，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退休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拿我们这些资产呢？那这边的话呢，你可以看我上面这一期影片，那这期影片我主要是教你如何去提领你的退休金，不用投资低报酬率的高殖利率 ETF， 你就可以每年领钱。而且呢，股灾来，就算股市下跌 50%， 你的生活费依旧不会中断。最重要的就是你退休之后呢，你的退休金还会越来越多。好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哦。好，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个赞再走。那 Kevin 持续出租不易 ，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。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我再来一次，嘿，这时候就要用这个，嘿嘿。